这是最近流出的一段网友在乘坐飞机时拍到的位于江南造船厂港池之内003福建舰的最新动向。不过，可能他没有料到的是，他的这个惊鸿一瞥，竟然目睹了003福建舰正在进行弹射小车测试的全过程。这可是迄今为止003进行电磁弹射实验的第一手资料，实属难能可贵。此前也做过视频，介绍了003福建舰的3条弹射器已经安装完毕，正是海试前应该要进行弹射小车的测试的。但是一直难以断定具体的测试时间。不过这不就来了吗？从此段视频可以看出，弹射小车入水后溅起了大量水花。以入水位置来看，当时测试的应该是最左边的3号弹射器。回想此前的3条弹射器工棚中，第一个拆除的也是3号，因此3号弹射器也是最先装备完毕并具备测试条件的。而从此前曝光的一张图片也可以见到，在3号弹射器尾端和岸边也都出现了橙色小车状的装置，因此很有可能是先从3号弹射器开启测试。当然这也不是绝对的，因为003弹射小车实验的具体时间到目前还没有正式公布，而这名网友从飞机上拍摄的也有可能只是其中一次弹射而已。像美国福特号的首次弹射小车实验就是从最右侧的1号弹射器开始的。当然从哪儿开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003距离其最终服役又迈出了最重要同时也是最关键的一步。因为整个世界上能玩电磁弹射航母的就只有中美2国，而中国又是首次把中压直流技术应用在军舰上，因此全球都在关注。而除了之前那个航拍视频外，紧接着弹射小车的近照也来了。与之前飞机上那位旅客的惊鸿一瞥不同，这位兄弟距离造船厂可是真的近，不仅航母甲板上的工作人员清晰可见，弹射小车也第一次清晰地映入眼帘。行走的50万果然名不虚传。从一拍摄的角度来看，似乎是从航母舰首的左前方拍摄过来的。如图可见，这个弹射小车被漆成了橙色，与美国福特号上的那辆颜色接近。这也很好理解，这种小车一定要醒目，必须在落水后很短的时间内找到，用醒目的红色或者橙色为标识非常符合常理。否则弹射3秒钟打捞3小时，那可就太影响效率了。其次，这种小车的长度大致在5至6米，还有轮子，它的配重其实就是个大铁块。而根据航母舰载机的实际需要，还会设计出质量不同的各种弹射小车。我们知道歼 15T 也就是歼15的弹射版铁定上舰，也是所有舰载机中最重的，最大起飞重量可达 32.5 吨以上。换句话说，需要设计一款30至40吨级模拟重型战斗机的弹射小车。其次，歼35的最大起飞重量很可能会在28至30吨，因此还需要设计配重在20至30吨模拟中型战斗机的弹射小车。像空警600预警机，空重25吨，总重30吨左右，也将落在这个区间。另外，003福建舰肯定还会有各型无人机上舰的，因此5至15吨模拟无人机的配重小车也是要进行测试的。除了重量和颜色外，我们还能看到弹射小车的头部被设计为弧形状，而上方则有一个竖起的设计。这在美国的弹射小车上也看到过类似的设计。不过这从空气动力学来讲，不是反而增加阻力吗？没错，如此设计就是为了要增加风阻。我们看到此前美国在用弹射小车测试时，小车飞出后会立刻一头栽下扎入水中，这样做是有意为之。换句话说，弹射小车的空气动力学设计是为了让小车飞行的尽可能近而不是远。如果想让弹射小车飞得更远，那大可以反向为之，甚至加个小翼，小车不仅能飞得更远，还能在落水后出现打水漂的现象，这样滑行距离很可能会增加几倍。但是如果那样设计的话，这几十吨重的东西撞到港池内的其他物体，甚至直撞岸边，都是会造成重大事故的。再考虑到电磁弹射器如果出现故障，以超过安全弹射的功率和速度将小车弹射出去，距离越远岂不是越危险吗？因此小车的空气动力学设计势必要反向为之，以增大阻力为基础，一出甲板就要在几十米内迅速栽入水中。除此之外，你飞得太远也不便于打捞啊。如图我们可以看到，岸边的这个红色半门式起重机也移到了舰首附近，可能是为了方便协助打捞橙色小车。而这个橙色小车也并不是实心的，很多人以为这个几十吨重的小车一栽入水面就会迅速沉入海底，需要个绳索将其拴起来。
其实这个小车是空腔设计，空腔的设计排水要大于结构重量，这样小车落水后是可以浮起来的。拖船过去只需要将绳索穿过打捞孔即可，拖船将小车拖至岸边后，再借助起重机将其吊回岸上。此前很多人看到003福建舰的弹射器工棚被拆后迟迟没有动静，就预测福建舰可能会先进行海试，再进行电磁弹射小车的测试。视频的出现也直接否定了这种说法。其实福建舰要先进行弹射器测试还是有迹可循的。大家可以注意观察，这是本月10月14日和10月19日的卫星变化图，可以清晰看到003福建舰向外移动了一段距离，看起来是在为某种测试项目做准备。而后到了10月21日，相比于19日又有了变化。注意福建舰舰首的方向似乎发生了一些调整，我们将图片叠在一起就会看出21日舰首的角度相比此前明显向港池中部偏移了许多，这应该是为弹射小车来做准备了。再到24日就出现了橙色的弹射小车登上了福建舰的甲板，并被布置在了3号弹射器的位置。再之后就是003前部水域被清空，准备开始弹射小车测试了。好巧不巧，被一位乘坐飞机的网友拍到了从3号弹射器弹出并落水的全过程。当然，弹射小车也不是拿来就用，还是要测试完才能登舰的。那么会在哪里测试呢？有些人发布了这样的图片，说是在测试弹射小车，理由是观察到了橙色物体。首先，这个卫星图所拍的位置一看就是葫芦岛舰载机训练基地，而那个橙色物体从比例来讲也并不是弹射小车，更像是工棚。而且在这里弹射小车，那不是一弹一个坑吗？所以显然不太合适，顶多只能做小车的滑跑测试。而后外国卫星又曝光了这样一张图，图中可以清晰看到一条长长的轨道，轨道上面和下面也有2个类似小车的橙色物体，经过测量，长度大致在 9.5 米左右。而轨道左侧的尽头外刚好是一片水塘，而且呈梯形，因此综合来看，这边更像是进行电磁弹射小车的实验地点。那么这个卫星图片到底是在哪里呢？既然是为003测试弹射小车，那自然应该越近越好，因此我率先将搜索的目标放在了长兴岛，但是竟然一无所获。而后我又扩大至了崇明岛上，可是还是没有，因此只能再扩大范围至全上海市了。这可真又到了锻炼火眼金睛的时刻了。不过功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还是被我锁定了。但这个地点可能会超出你的想象，既不是在黄浦江边的沪东中华钻石场，也不是在浦东，而是位于老米豪西南侧的江边一隅。这是谷歌卫星图，左上角的部分正是刚才的那个轨道和梯形水塘。经过测量，水塘的长度大致在100米左右。而此前在葫芦岛舰载机训练基地，我也测量过，左侧电磁弹射器的长度大致是150米不到。因此回到这张图，弹射小车的起始点应该就是位于这个工棚内部了。这个地点百度卫星图上也能清晰看到，而且并未做过特殊化处理，因此应该来讲已经脱敏了。感兴趣的朋友就自行找找看吧。好，关于003等有了进一步消息，我们再来做分析吧。那本期视频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